我自己很喜欢酸啤啦，但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7集的 Wicked Beer Review。那这一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还蛮有名的一位 BJCP 评审，是TT 呢，他前一阵子刚拿到 BJCP 的 Certified Beer Judge， 然后据说他考试的时候笔试的部分有点不小心把分数考太高了，所以直接拿到了可以考下一届 National 的这个笔试门槛。那恭喜 TT。那今天呢，我们有2支 TT 帮我们带了2支，我觉得非常特别，然后2支都是酸啤。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热，所以酸啤其实是非常解渴。TT，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支有什么特别之处。好，我先介绍这支 MBCC 18。为什么它叫 MBC？ 是因为它是 Mikkeller， 它每一年在哥本哈根会办一个啤酒节，就是 Mikkeller Beer Celebration Copenhagen 的18。那18就是今年2018的意思。它其实每一年都会办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就是纪念性的酒款，像17的话，它就是一支就是 Wild Ale， 就是酸啤酒加上柚子。那它今年这一支的话，它是用 Berliner Weiss， 就是柏林酸啤，再加了一个贾巴拉的果汁。什么是 Jabara Juice？Jabara Juice 它是一个产自日本和歌山县的一种 OK， 它是柑橘类的水果，它有那种柚子的香味，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在看这支酒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是贾巴拉，就有点像什么星际大战里面的人物或什么东西的。但后来我们上网查，它是一种日本就是一种还蛮稀有的水果，可能他们那种过年啊，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拿去送礼用的一种蛮稀奇的水果。它有一些治过敏啊，然后养颜美容的效果，所以日本还蛮多那种化妆品公司会有标榜它的原料是加这个 Jabara Juice， 非常有趣。OK。然后还有 Mikkeller， 如果不知道 Mikkeller 这个酒厂的观众朋友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Mikkeller。Mikkeller 他其实之前他是一位老师嘛，然后他在自己的车库里面开始做酿酒，他也是从 homebrew 出身，之后就酿出了兴趣，也是他在学校找学生一起酿酒，有找学生一起酿，对，然后他的师弟呢就是那个图物的酿酒的 Master Brewer。那所以 Mikkeller 呢，他其实在精酿界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他们很喜欢酿很多 experimental， 就是实验性的啤酒，也非常的有创意。那再来呢，他们是 Gypsy Brewer 的代表。什么是 Gypsy Brewer 呢？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酒厂，那他们就会去找不同的酿造厂一起合作，用他们自己 home brewer 所有的专业知识，对这些酿啤酒原料专业知识，然后再加上设备厂商这边可以一起去 combine。他们就每一次都会在不同的酿酒厂里面做实验性的酿酒。那我们就赶快把这支先打开喝看看。那 TT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Berliner Weiss 这个啤酒类型。它其实是一种啤酒的风格，那它是在就是德国的柏林地区的一种传统的风格。那这种风格它其实还蛮有趣，它是以小麦当原料基底，然后添加一些乳酸菌下去酿制，所以我们在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还蛮明显的一种微微的这种香味，有些人会觉得说是有点像醋味啦，那它其实就是蛮标志性的 Berliner Weiss 的这种风格的味道。那喝下去其实也会有蛮明显的酸度，可是不会到太锐利，是还蛮柔和的感觉。对，香气就像刚刚 TT 讲的，其实一闻就有一点没有到工业白醋的味道，但是就是有带白醋的香气，然后还有苹果醋的香气。好，那这支酒呢，我们先看一下，刚刚倒出来它的酒泡，白白的，然后算是非常的绵密，对在酸啤上面来说，然后它的酒色是呈现金黄色的，那这个可以称是混浊状吧？半混浊，不会到太清澈。好，然后香气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有带一些水果味，然后我觉得
有一点点苹果，真的是苹果醋的味道啦。然后也有其他我们会闻到的，像是柑橘，然后柠檬，还有莱姆的这些香气。那味道呢？我自己很喜欢酸啤啦，但是其实酸啤跟如果平常喜欢喝，在夏天喜欢喝柠檬汁的话，会很喜欢这支啤酒。那有一些酸啤它做的比较圆滑一点，就是它入喉之后不会带有刺激的感觉，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偏向我们平常在外面喝柠檬汁的那个味道。那相对的，它的圆滑度就没有到这么的，没有到这么的足，但是它会给喜欢喝酸啤的人一个很舒爽、很畅快的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好像有讲到那个 Jabara fruit 这个东西，在日本这边特产的一个柑橘类的水果。那它其实本身也有带一点点柚子的味道，所以在这里面会尝到很轻微，也会有柚子的这个风味在这支啤酒里面。这支酒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你从很冰镇的时候开始喝到慢慢回温都还蛮适合。就是很冰镇的时候，它的酸度其实不到那么酸，可是就整个来说会很畅快，但是相对来说果香会比较被抑制。可是如果就是我们现在喝的时候是有点稍微回温的，它酸度会比较像刚刚 Patrick 讲，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圆滑，可是相对来说它的就是那种柚子的香气也是蛮充足，所以就是可以从很冰开始慢慢喝上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毕竟它这么大块。对，然后再来我有喝到，我刚刚还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它气泡很像香槟的气泡口感，它是很细致的，会在你舌尖上面跳的，所以喜欢喝香槟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蛮熟悉的口感。是好喝，我觉得，不喜欢喝酸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强劲了，但是平常就会在外面，不管是在手摇杯或者是其他饮料店，会想要点带酸的饮料的话，那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因为这支只有在3.7%而已，所以它酒精感几乎是没有啦。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是啤酒的话，你就会把它当成一般有碳酸的水果饮料在喝，对，这样是好喝，介绍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支，这支也是来自于 Mikkeller，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Spontan， 就是Spontan Series。那米凯勒 Spontan 系列是什么东西呢？Spontan 系列其实刚刚 Patrick 有在介绍Mikkeller的时候说，就是 Mikkeller 它其实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实验性的酒款。那他们这个 Spontan 系列做了蛮久的，他们把这个 Spontan 系列，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一个意思啦。那它其实就是他们在官网上的描述是一个就是 Lambic style， 就是它是野生发酵的啤酒，所以这一个系列都是酸的啤酒。然后他们特色在于他们用了各式各样的原料。比如说不同的水果，像是蓝莓啊，今天要介绍这个蓝莓，或是蔓越莓啊、樱桃啊、芭乐啊、芒果啊这些，甚至有些干脆是 dry hop 酒花这样。所以它的这个 Spontan 系列其实就是一个在他们就是米开尔家族中是一个很大的分支。那就是简单来说是一个酸啤酒系列，是用了不同的辅助原料去增添它这个风味。那今天这一款就是 blueberry 这样子，而且好，那我们刚才来喝看看这一支。有在7.7%，哦，好香。这支颜色倒起来应该很漂亮，超美，酒红色，然后泡泡也是很密，不得了的，谢谢。好香哦，超香，刚闻8口就觉得很香了，是吗？好，来，它泡泡的颜色呢，这个有带一点紫红色的，然后酒色完全就是看不透，但是它是一个，我有点想讲说它是
红色带紫，这个又不是像我们红酒的那种酒红色，它会带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紫的 tint。然后香气，这是香气超棒的。我刚直接闻八头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点点泡泡糖的味道。什么是泡泡糖的味道？如果台湾人不太知道泡泡糖的味道，泡泡糖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吃飞雷口香糖的这个味道，好不好？然后它颜色其实也很像飞雷口香糖，所以我刚刚一闻到就觉得说飞雷口香糖，它带很甜的泡泡糖的味道，然后有带水果。那因为这一支它是蓝莓酸皮，所以有很强劲的莓果的味道。刚刚有提到，就是它有加了一些野生酵母菌，所以它其实闻起来就是有那种刚刚有讲到，就是 funky 的那种那种皮革啊、cheese 啊，我会觉得有点像杏桃的味道。OK， 对 OK， 杏桃可能台湾比较少见，但是有吃过的话，就会对这个味道还蛮觉得会还蛮鲜明。对，然后带一点葡萄干。好，这一支的 style 跟它完全都不一样。第一个酒精浓度，一个3.7，一个7.7，就已经差了5%。然后这个一定就是，它其实味道很像是，我觉得还蛮像在喝红酒的。它入口之后，在嘴巴里面的口感是 dry 的，这个是带刺，然后这个是 dry，然后它的 dry 就比较像是单宁的那种味道，对，会比较涩，会有带涩度，所以就是。喝红酒或是喜欢喝 Chardonnay 的人会蛮熟悉的那个单宁跟 dry 的感觉。想到这个单宁跟 dry， 我刚少提了一点，它其实有过橡木桶做熟成，对，所以大家闻起来是会有带一点木质味，对木质，然后这种单宁那种涩度出现。对，还蛮木质的。后端的木质味道很重，然后它带一点点那个木质的苦。就是木头的那种苦味，不是酸又蛮大的，不是不舒服，很平衡的一支酒。然后这支过桶，据说好像是好像有过了1到3年，就是不定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支可以买起来，有特殊节日的时候可以开一瓶。那因为它这支375ml，其实。3到5个人都可以 share 一支这样子的啤酒，然后大家其实喝一杯小酌，那个感觉是不错的。跟你平常跟朋友在家里面开一支红酒的心情，跟喝起来的那种爽度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有带气泡，跟红酒比起来的话，会更有活力，然后清爽，对，会更清爽一点。因为它是酸啤酒，所以它的保存的其实可以保存很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发酵的东西，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储存的好的话，它的保存那几年都是没有问题。对，我看到它这边写保存期限、有效日期2088年嘛，对不对？2027了，2088年。好，这2支呢，我觉得这支会比较适合初学者，然后这一支呢会适合有喝过一点点、有带一些经验的人。可能对酸啤也有喝过1、2支，然后想要再去开发，然后让自己知道说酸啤有没有什么更多其他样不同风味的呈现方式的话，那我觉得这支会让你很惊艳。就算已经有喝过酸啤的人，对这支也都会有蛮大的惊喜的。这支好喝，那这2支呢？除了啤酒麋鹿可能没有卖之外，我们也没有卖，好不好？我们就是单纯想要分享一点不一样的啤酒。那刚好 TT 最近上个礼拜问我们说，有没有想要尝一点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到可以来拍一支 beer review 跟大家分享这2支啤酒。对，非常感谢，这样子非常棒，谢谢。好，那就是我们这一周的Wicked Beer Review。那下一周呢，我们会找谁来？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我单枪，说不定还是我，说不定还是他。对，因为米凯勒还有你们家还有谁啊？我们家还有 Epic 啊 ，The Shoes 啊 ，Epic The Shoes、Elysian， 对，各式各样的，这些都是美国跟欧洲的大厂。那他们这些厂牌
其实自家都有酿出非常非常的多，一直都有在酿很多不一样新款的啤酒，所以很期待我们下一次可以再邀请 TT 来跟我们一起做 Wicked Beer Review。那说不定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是 National Beer Judge。哦，别这样说。OK， 好，那这是我们这周 Wicked Beer Review，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